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将接待欧洲领导人参加俄乌战争会谈。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将在近期接待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就俄乌冲突局势展开新一轮外交磋商。此次会谈将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对俄制裁措施的协调以及潜在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举行的又一次重要协调会议。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冲突进入关键阶段，西方国家正寻求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保持统一立场，同时也在探索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的可能性。此次会谈的结果可能影响未来数月的地区安全格局。谷歌允许用户将 AI 模式设置为默认搜索。据 Bleeping Computer 报道，谷歌公司宣布推出新功能，允许用户将 AI 驱动的搜索模式设置为默认选项。这标志着传统搜索向智能化搜索的重大转变。新的 AI 搜索模式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深入的搜索结果，而不仅仅是链接列表。这一举措是谷歌应对 ChatGPT 等 AI 助手挑战的重要策略，旨在巩固其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业内专家认为，这可能彻底改变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信息准确性和 AI 偏见的担忧。4架望远镜观测星际物体 3I Atlas 发现不寻常的特征。据经济时报报道，天文学家使用4架不同的望远镜对星际物体 3I Atlas 进行了联合观测，发现了该天体具有多项不同寻常的特征。3I Atlas 是继奥莫莫和鲍里索夫彗星之后，人类发现的第3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观测数据显示，该物体的光谱特征、运动轨迹和物质组成与太阳系内的天体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研究其他恒星系统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宝贵线索。科学家表示，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星际天体的起源，并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物质分布的认识。美国加强加勒比地区军事存在，委内瑞拉增兵打击贩毒。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近期大幅增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派遣更多海军舰艇和侦察机进行巡逻，声称旨在打击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毒品走私活动。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政府也宣布向边境地区增派军队，加强对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这一局势发展反映了加勒比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委两国虽在政治上对立，但都面临毒品贸易带来的安全挑战。分析人士担心，双方军事力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意外冲突，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为巴勒斯坦囚犯提供充足的食物。据 BBC 报道，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监狱管理部门必须为巴勒斯坦囚犯提供充足的食物供应，推翻了此前限制囚犯伙食标准的政策。这一裁决是在人权组织提起诉讼后做出的。他们指控以色列监狱系统故意减少囚犯食物配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法院认为，即使在安全考虑下，也不能剥夺囚犯的基本人权。这一判决被视为巴勒斯坦囚犯权益的重要胜利，但也引发了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会削弱对安全威胁的威慑力。精子微型机器人为生育治疗提供了潜力。据马拉加观点报报道，西班牙科学家成功研发出一种革命性的精子微型机器人技术，有望为不孕不育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这种微型机器人可以辅助活力不足的精子游向卵子，显著提高受精成功率。研究团队通过磁场控制这些纳米级机器人的运动，使其能够携带精子精确到达目标位置。初步实验显示，该技术可将受精成功率提高近 40%。专家表示，这项技术不仅能帮助男性不育患者，还可能减少传统试管婴儿治疗的侵入性和成本，为全球数百万不孕夫妇带来希望。2025年上半年欧盟庇护申请数量下降 23%。据经济日报报道，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上半年，欧盟各成员国接收的庇护申请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3%，这一显著降幅反映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欧盟边境管控政策的收紧、主要难民来源国局势的相对稳定，以及成员国对庇护政策的调整。申请数量的大幅减少，预计将缓解欧盟各国在难民安置和社会融合方面的压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人道主义组织对真正需要保护人员可能被拒之门外的担忧。8. 基督教民主联盟提议激励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近日提出一项新政策建议，旨在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在德叙利亚难民自愿返回家园。该提议背景是叙利亚政治局势出现积极变化，为难民回国创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基督教民主联盟认为，通过提供返乡补助、职业培训支持等激励政策，既能帮助叙利亚重建，也能缓解德国国内的社会和经济压力。这一提议在德国政界引发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务实之举，批评者则担心可能存在强制遣返的风险。9. 共和党支持特朗普扩大使用军队制定国内政策。据新报报道，美国共和党议员们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扩大军队在国内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这一立场源于特朗普对边境安全、打击犯罪和维护国内秩序的强硬承诺。共和党认为，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是必要的。该提议涉及起义法的潜在运用，允许总统在特定条件下调动联邦军队处理国内事务。这一政策方向引发了民主党和民权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可能违反美国长期以来军民分离的传统原则，并可能被滥用来压制异议声音。10. 新罕布什尔州男子接受实验性猪肾移植试验。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名患有严重肾病的男性患者近日接受了突破性的实验性猪肾移植手术。这项临床试验由顶尖医疗团队执行，旨在解决器官捐献严重短缺的医疗危机。该手术采用了经过基因改造的猪肾脏，以减少人体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如果试验成功，这将为数百万等待肾移植的患者带来新希望，并可能彻底改变器官移植领域。医疗专家表示，一种器官移植技术的成功将大幅缩短器官等待时间，拯救更多生命。11. 比哈尔邦最高法院允许阿德哈尔卡作为选民名单更新的身份证明。据法律直播报道，印度比哈尔邦最高法院作出重要裁决，正式允许公民使用阿德哈尔生物识别卡作为更新选民名单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这一决定源于大量选民因缺乏传统身份证明文件而无法及时更新选民信息的困境。法院认为，阿德哈尔卡作为印度最广泛使用的身份识别系统，具备足够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此项裁决预计将显著简化选民登记流程，提高选举参与率，特别是对农村和边缘化社区居民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其他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先例。12. 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前校长戴维·巴尔的摩去世，享年87岁。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著名分子生物学家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于近日去世，享年87岁。巴尔的摩因发现逆转录酶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突破性发现为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长达9年，推动了该校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卓越发展。巴尔的摩的去世是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对病毒复制机制的理解，还为癌症治疗和基因疗法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 洛杉矶港启动首个陆上波浪能发电站。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洛杉矶港正式启动美国首个陆上波浪能发电站项目，标志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重大突破。该发电站利用海浪的动能转化为电能，预计每年可为数千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这一创新项目源于加州积极推进碳中和目标和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政策背景。波浪能作为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具有24小时连续发电的优势，不受天气变化影响。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其他沿海城市提供宝贵经验。
推动海洋能源技术在全美范围内的推广应用。14. 上诉法院维持对唐纳德·特朗普在疫金 Carroll 案中8330万美元诽谤赔偿的判决。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疫金 Carroll 诽谤案中8330万美元赔偿金的原判。该案源于 Carroll 指控特朗普在1990年代对其进行性侵。特朗普随后发表公开言论否认指控，并质疑 Carroll 的可信度。陪审团认定特朗普的言论构成诽谤，并造成了重大损害。上诉法院的维持原判意味着特朗普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赔偿金，这将对其个人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此案也凸显了公众人物言论责任的重要性，为类似案件树立了重要先例。15.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指责芬兰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近日发表强硬言论，指责芬兰正在为与俄罗斯的潜在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一指控出现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后的紧张背景下，俄方认为北约东扩威胁了其国家安全利益。梅德韦杰夫的言论反映了俄罗斯对芬兰加入西方军事联盟的强烈不满和战略担忧。芬兰方面对此予以驳斥，强调其国防政策纯属防御性质。这一争议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与北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影响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16.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探测到系外行星 TRAPPIST-1e 周围可能存在的大气层。据天空新闻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距离地球约40光年的系外行星 TRAPPIST-1e 周围可能存在大气层。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因为 TRAPPIST-1e 位于其恒星的宜居带内，理论上具备支持液态水存在的条件。韦伯望远镜通过分析行星凌日时的光谱数据，检测到了可能的大气成分信号。如果进一步确认大气层的存在，这将大大增加该行星支持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突破性发现为人类寻找的外生命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并展现了韦伯望远镜在系外行星研究领域的卓越能力。17. Anthropic 向作者支付15亿美元，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权和解协议。据文学中心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多位作者达成史无前例的版权和解协议，同意支付15亿美元赔偿金。这一协议源于作者们指控 Anthropic 在训练其 AI 模型时未经授权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文学作品。此案反映了 AI 技术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作者们担心 AI 公司利用其创作成果牟利，却不给予合理补偿。这项里程碑式的和解协议不仅为受影响的作者提供了经济补偿，还可能为其他类似诉讼树立重要先例，推动 AI 行业建立更加公平的知识产权使用机制。18. 中国8月出口增速创今年新低。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出口增速降至今年最低水平，引发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出口增速放缓主要受到全球需求疲软、贸易摩擦持续以及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出口表现直接反映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这一数据不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也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连锁反应，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当前的经济政策和贸易策略。19.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很快将消耗大量水。据祖国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数据中心的用水量预计将急剧增长，对全球水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数据中心需要大量水资源进行冷却系统运行，以维持服务器正常工作温度，而 AI 计算的高强度运算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需求。这一问题源于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过程需要大量计算资源，产生巨大热量。专家预警，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节水措施和冷却技术创新， AI 数据中心的水资源消耗可能会与农业和城市用水形成竞争关系，特别是在水资源稀缺地区，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20，西班牙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增加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据圣保罗夜报报道，西班牙政府宣布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并同时大幅增加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一决定反映了西班牙对当前中东冲突局势的强烈关切和明确立场，认为持续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西班牙此举源于国际社会对保护平民生命、维护国际法的呼吁，以及对冲突地区平民遭受苦难的深切同情。该政策将对西班牙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可能鼓励其他欧盟成员国采取类似措施，进一步改变国际社会对中东冲突的应对策略。21，欧盟提议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实施2级制裁。据太阳24小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制裁方案，计划对从第三国进口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和企业实施2级制裁。这一提议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通过其他国家间接向欧洲出口能源产品，堵塞制裁漏洞。该措施背景是现有制裁效果有限，俄罗斯仍通过中转贸易获得可观收入，用于支持军事行动。2级制裁的实施将显著加强对俄制裁体系的完整性，但也可能增加全球能源市场的复杂性和价格波动。这一政策如获通过，将对参与俄能源贸易的第三国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重塑全球能源贸易格局。22，专家呼吁更安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来预防心理健康风险。据印度商业在线报道，心理健康专家和 AI 研究人员联合呼吁开发更安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以预防潜在的心理健康风险。专家们担心，当前的 AI 系统可能会产生有害内容，包括促进自残、传播错误信息或加剧用户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一关切源于 AI 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快速普及，特别是年轻用户群体的广泛使用。研究显示，不当的 AI 互动可能对脆弱人群造成心理创伤或强化负面思维模式。专家呼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协议和伦理指导原则，确保 AI 技术的发展能够保护用户心理健康，促进社会福祉。23，魁北克作家起诉微软和 OpenAI 侵犯版权。据新闻报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多名作家联合对微软和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2家公司在训练 ChatGPT 等 AI 模型时未经授权使用了他们的受版权保护作品。原告作家们声称，这些科技巨头通过大规模抓取网络内容获取训练数据，其中包含大量法语文学作品，却未向原作者支付任何费用或征得同意。这起诉讼反映了 AI 技术发展与创作者权益保护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特别是在法语文化圈引发强烈反响。案件结果可能对 AI 行业的数据使用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其他语言文化背景下的类似争议提供重要法律先例。